夏天高温炎热，对于异位性皮肤炎或者湿疹患者是一个难熬的季节。但是到冬天，对于干癣又是个好发季节。今天我们就要来谈谈异位性皮肤炎以及干癣如何治疗。很高兴邀请到彭文雅医师来到节目现场。彭医师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全球观众大家好。我们一般有听过，就是干癣可能就是所谓的牛皮癣，但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皮肤症状呢？其实呢，它叫做牛皮癣，就是它像牛皮一样的顽固，很难好，然后像牛皮这样子反复的发作，所以严格来讲，它就是一种慢性反复发作一种皮肤的疾患，而且它又叫做干癣，所以一般人很容易会误解说干癣呢是不是皮肤就是干干的那个皮肤征兆才叫干癣？其实有时候它的表现是皮肤又湿又烂，有一些分泌物，它还是叫干癣。你看看像手这样子，如果有这么红的症状，然后上面又有白白，看起来很吓人，也不太敢去碰它啦。是。那显微镜下面可以看出来，很明显的底部会有红色的这个斑点，然后上面会有白色脱屑的样子。其实呢，有这个干癣或是牛皮癣的体质，要注意的是什么？反而是你可能同时会合并有一些内科的疾病，像你可能会有高血压、糖尿病或是心脏病，才会有这个皮肤的症状。哦，是这样哦。对，因为中医讲说有诸内行于外，所以是体内的脏腑失调了。比方说你血糖控制不好，你末梢神经不好，你末梢的经络循环不好，营养不良，那皮肤它的代谢不良，才会产生所谓这种干癣发炎的症状。中医来看的话，应该也不是所谓的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一个内在原因，而是什么样的原因呢？以中医来讲呢，它的症型可以分成3个，大部分跟血相关。因为呢，血它其实就是会有所谓血热、血瘀、血燥的问题，还有就是湿热以及热毒这几种情况。那血热是最常见的，因为血热它表现在皮肤上就是会是一个红色的疹子，这个时候当然就是清热啦。那如果是血瘀的话，它瘀阻了，那营养没有办法供应到上面的皮肤来润泽我们的皮肤的时候，它就是会出现一些比较干性的小小的红红的微痒的那种疹子。是这个时候如果活血化瘀是在牛皮癣里面一个蛮基础的方式，那如果是血燥的问题，养血润燥可以促进皮肤的生长。这个阶段血燥的表现型大部分都是肝血的部分就比较多，所以这个阶段特别是像银屑病的这个阶段了。那如果是湿热的阶段，跟血热是很像，血热跟湿热的差别在于它多了水分，这个时候湿的成分大，就要清热利湿。那热毒上阴的部分就是我们都知道中医把这些物质都称为毒，那如何排这些毒素，其实就是要增强我们肝肾补气补血的功能，才有办法把这些物质排出去。那针对这样子的治疗呢，桌上这些药材是不是都可以治这些干癣的一个药材？像我们这个丹参它就是活血又补血，所以对于这种有血瘀的病人，它是特别的适合，我们一定会用到这个药材。那以陈皮来讲，它就是健脾化湿，对于湿热型的这个体质来讲，一点点的陈皮芳香化浊，可以让体内的湿气去除。那牡丹皮它就是去瘀为主的，去淤血、破血、生新血，都需要牡丹皮来做这样子的治疗。那像这个是白花蛇舌草，它这个是属于有一点抗癌成分的中药材，其实它清热去毒解湿毒的效果也很好。那苦参根来讲滋阴润燥，它可以就是去除一些体内的毒素，同时还能够增强皮肤的循环，是我们比较常见内服的一个药材。那中间这个青色很特别颜色的，它叫做青黛。它这个性质是非常非常的苦寒，所以万用对于这个皮肤收敛、收脂以及去热、化瘀的效果都特别的好。但是因为它苦寒，所以内服的剂量要非常的少。一般我们会拿这个青黛粉调匀，可以加蜂蜜也可以，或是加苦参跟磨粉一起混合之后，就直接铺在我们那个有水泡然后长水的这种皮肤病灶上，它1天就可以收水，就可以收伤口。生机长肉的效果是非常的好。OK， 所以其实它外敷是非常好用的。目前中医治疗干癣，甚至是西医都用这个青黛的一个生物制剂来做这个皮肤的治疗，是目前算是效果最好的一个中药材了。讲到就是这个干癣，很多人可能我们在手上看到，因为它毕竟是露在那个衣服之外，对。可是它是除了手之外，其他地方也会有这样干癣症状吗？其实干癣全身都会有，它除了手指头，然后内侧、外侧
身体，甚至你的唇周或者你的眼周，甚至你的指甲边缘，其实都会有。有些在比较私密的部位，或者是大腿的内侧很难启齿的地方，奇痒无比，其实它都是干癣的症状。我曾经碰过一个女生她就是很典型干癣的患者。那她干癣长的位置非常的特别，就是只有2个地方，一个是在小腿的前侧，另外一个是在臀部的后侧，所以她没有办法坐立难安。站着的时候小腿很痒，一直要抓，然后坐下去的时候屁股那边的干癣又有水泡又痛，所以她就是一直觉得很困扰。那她这个疾病已经差不多快3年了，那她就是遍寻中西医，而且擦了各种就是药膏，有擦有效，停药就复发，所以她不得已后来来诊所找我的时候，我把她把脉之后发现心火特别旺，跟一般干癣的症型略有不同。我就跟她说，心火旺一般就是思虑过度，那忧思又会伤脾胃，所以帮她调了一些养心血、调肝补肾的中药材之后，就是跟她说作息要正常，心情要放愉快，然后1个礼拜之后她好很多，而且中药就慢慢的减量，变成外敷的这个清代粉之后，现在状况就控制的蛮好了。这样子的患者，他是不是也是在平常饮食要特别注意，不能吃太补太热的东西呢？其实啊，这种牛皮癣的病人最怕补。在饮食上烤、炸、辣都是大忌，而且连姜这种刺激之物都要特别的选，可能要嫩姜就好。就是他现在体质就是比较娇贵，不能太辣，也不能够太酸，也不能够太咸。然后最怕的就是说太油跟太甜了。其实干癣病人的调理有一个重点，就是说绝对不能进补，包括说是蘑菇啊、灵芝啊，或者什么樟芝这一类的补品是绝对要避免的，包括什么很高贵的冬虫夏草或者是什么参，其实它都会让皮肤的过敏反应会加重的。而且除此之外呢，它的特色就是皮肤因为过敏、干燥、脱屑，它失去了这个保护膜，所以像乳液，甚至像特殊成分、皮肤特有的神经酰胺这种成分的乳液，也应该要额外来摄取跟补充，这样它才能够让皮肤的皮脂膜比较完整、比较漂亮。另外就是说，在饮食上所谓的发物，像我们常常讲的羊肉、海鲜，或是带壳的海鲜，跟一些异种的蛋白，像你不常吃的一些食物等等，其实在你这个干癣急性发作的时候，最好都能够避免，这样子可以让你的皮肤顾得比较好。是，那讲到异位性皮肤炎跟干癣，很多人都觉得说，那就是皮肤的症状，那它们的差异到底是什么？其实异位性皮肤炎它特别就是有这种过敏的成分在里面，所以它特别有一些好发的位置，像手肘啦、膝盖等等。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个案例好了，像我有一个小学5年级的一个男生，那这个小弟弟呢，他平常就是非常活泼好动，动不动就满身汗。那妈妈带他来看的时候，就是这个男生一流汗就全身抓，抓的手肘啊、膝盖都红红的，然后都抓破。只要季节交替或是比较热，甚至冬天也会发作，所以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他来看诊的时候，我就问妈妈说，他这个样子有没有跟家里的谁很像？他说其实他爸爸的皮肤也不好啦，所以爸爸皮肤也是所谓的牛皮癣。那弟弟除了这个皮肤发炎的情况之外，他还有很严重的鼻子过敏。那中医是怎么样去看待以及诊治的呢？这个异位性皮肤炎它是属于风病意思就是说它也就是像风一样发作的很快，可是突然会好，在发作的时候会突然红疹、奇痒无比。我们就是给一些祛风的药，像薄荷茶啦，或者是冰水的部分，就可以暂时缓解这种风热型的异位性皮肤炎。那第二种最常见其实就是湿热型，湿的环境会让皮肤它的这个循环更不好，那热会糜烂或是结痂情况更加的严重，水分太多的情况下会影响到脾胃运化的功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会特别吃一些白米薏仁饭来处理这样的情况，让身体排湿的功能增加。那如果是湿气重，不管是怕冷的体质或是怕热体质，它就是水分特别的多，身体还发冷的情况下，其实它除了在去除水分之外，还要给一些补阳气跟驱寒的药材，像比方说驱风的防风，还有驱水的茯苓，甚至我们民间经常服用的四神汤也是非常推荐的。那最后一个血造型就是说它会有干燥、粗糙、脱屑的情况，这个时候我们是建议是乳液，或者是你在饮食上要多吃一些补血润燥的一些食物来辅助我们。
像刚刚我们讲干癣，它有那个清代粉可以外敷，那这样子的有外敷的吗？我觉得异位性皮肤炎的外敷比较省钱，因为它只要任何可以滋润保湿皮肤的产品都可以，包括说我们平常在吃的蜂蜜跟牛奶混在一起，把它敷在皮肤上也是可以的，或者是适量的牛奶加上一些绿豆粉。清热解毒，它都可以来当皮肤的一个屏障跟保护性。不过就是建议啦，如果是异位性皮肤炎已经到有水泡，它可能会有感染的危险，我就比较不建议用这种食疗的蜂蜜牛奶，或是像牛奶、绿豆粉这样子的东西来敷，反而就是用一般市售的乳液比较安全，因为它是无菌的。可是如果你日常要保养，比方说它就是搔抓太久，有一些色素沉淀了，这个时候就可以用我刚才讲的像蜂蜜牛奶面膜或者是一个绿豆牛奶面膜来做一个外敷的一个美白的一个产品了。平常还可以教小朋友一些穴位的一个保养按摩。其实我们常常讲的这个合谷穴，它就是属于大肠经一个排毒的要穴，所以我常常在诊间如果有小朋友来看一个异位性皮肤炎，我就跟他说，手痒的时候敲敲你的手，把注意力转移到你的虎口，敲手指头，不要去管你的手肘，这样他敲一敲会觉得这边有在动，他就会忘记手肘的这个疼痛的部分以及这个痒的部分了，然后也顺便刺激穴位，对，也顺便刺激穴位，就一举数得这样子。是，今天非常感谢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谢谢您，谢谢各位朋友。如果这支影片对您有帮助，欢迎按影片下面的超级感谢赞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制作更好的内容，让您和您的家人更健康。